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我们已经测试了很多品牌的智能手表、智能手环，特别是小米的，几乎是全品类的功能以及使用的体验，还有部分的玩机，这些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。有很多都是因为智能手表系列才关注我的。对了，过2天发布的这个小米手环9，我也会出视频，记得来看。而做了这么多的手表，能称得上真智能手表的，我测试过的仅有 OPPO 的2个安卓智能手表，玩法很多。但我现在想带大家了解一下目前智能手表最顶的存在 Apple Watch。这东西很贵，但是到底贵在哪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但我想很多人也并不了解，所以有了我们这期视频。我大学时期有一段时间对苹果很上头啊，玩黑苹果，买 iPad， 甚至还充了苹果的手表。配送都到了，可是还是退了。那个时候1个月我就只能赚1000把块钱，而现在终于是可以一起来体验苹果的手表了。那么经费爆炸，点赞收藏，支持一下，我们一起来开个箱。我们做了那么多期手表的测评，我们今天来拆箱一款苹果的 Apple Watch S9， 在拼多多买的。这里会有一个正品标识，这是一个主体，然后这应该是它的表带。我选的是这个编织的表带。我买的这个是41毫米的，我觉得小一点的其实会更方便一点。好，我们到手先给它充个电。苹果的这个充电器，说实话还是挺有质感的啊。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。它这一块是一个金属的，然后这边是一个 Type C 的。好，它现在要我们用苹果手机来靠近我们的这个手表，然后现在可以开始设置了。还有我们靠近相机，它这个配对还是有点科技感的啊。我们设置 Apple Watch， 我一般佩戴的话是左手，要连接我们的 Apple Watch。然后这个它是要我们设置一个 Apple Watch 的密码，设置文本大小，我们就小字体就行了。共享设置，好，会访问通讯录，好，它会使用数据和传感器。然后这是我之前的一个信息，我现在稍微有点重，可能是70千克。设置健身记录，然后造成有氧势能、低心率、高心率。然后这些心脏病的药物我们没有服用，就这么设置下来，这个感觉确实是比其他的手表它是有一些不同的。然后这个互点2下是S9的一个新功能啊，就是点2下接听来电，然后回复信息、智能叠放等等，安装全部可用的 APP， 安装可用 APP， 对了，可用 APP 网易云安装一个，然后微信安装一个。然后米家安装一个，还是挺不错的啊。还有一个 Insta360，我们也可以安装，因为我有这个设备，挺好。这款 S9 在我的手里也有段时间了。本期视频是一个第一次使用苹果手表的萌新带给大家的扫盲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苹果手表它做对了哪些。我这款 S9 是41毫米的，我因为佩戴了太多的手表，知道手表到最后都是一个静默记录，然后平时看看时间之类的，所以到手一开始虽然我觉得它挺小的，但是佩戴几天我就觉得这还好，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对的。高度它是11毫米，宽度35毫米，厚度10.7毫米，重量是31.9克。苹果的手表都是方形的，我切换一个亮色的表盘给大家看一下屏障比，这个黑边还是挺多的。不过苹果的大部分表盘都避免让这个黑边显现出来，且全天候的表盘显示效果也都是黑底，所以日常使用都没什么太大的感觉。来到手表的右侧，分别是数码表冠、麦克风、侧边的按钮，左侧一个扬声器孔。来到底部，外侧一大圈的是电极式的心率传感器，中间的是光学心率传感器。苹果的表带拆卸当然也是有快拆的结构，按住这个小点就可以很快的拆下来，安装也是非常简单。然后就是表带方面的选择是挺多的，我的这款是编织的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它的一个质感。手表整体它是圆润的过渡，佩戴在手上的感觉，这个重量加质感是挺舒服的，而且搭配这个全天候的表盘，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息屏表盘，在外观这一块确实是非常不错，质感和颜值都很在线。接下来我将一个个带大家了解苹果手表体系以及它一些特色的功能，为什么它可以卖这么贵？不得不说，苹果手表还是挺牛的。我是拼多多购买的这款 S9， 到手只要2169，现在拼多多110补贴，暑期大放价，各类目爆款限时直降。
超值低价强势来袭。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，点击图片或者点击评论区链接直达活动会场。这波活动安卓机的力度是真的非常大，像红米的 K70 Pro 24加 1TB 只要3518元，比官网优惠价便宜了281元。省下来的钱再入手一个罗技的 G703鼠标不香吗？就连小米14也只要3469元，比官网便宜了530元。华为的 Mate 60 Pro 也有货了，5719元就能拿下，立省580元。暑假准备买新电脑的朋友也可以看看，目前的红米电脑 Pro 14 2024新款百亿补贴只要4489元，官方补贴了410元，全网最低，真的很香。iPhone 15 Pro 256G 补贴价6828元，比其他平台7779元的售价便宜了951元，十分值得入手，并且拼多多百亿补贴商品都可以放心购买。百亿补贴每件商品都有假一赔10加正品险的双重保障。最近希望更新手机或数码配件的朋友，欢迎来拼多多百亿补贴比比价，超值性价比，值得你选择。首先我们来到它的表盘显示页，它是全智能手表，动效啥的都确实非常出色，操作和我们接触到的这些智能手表它是不太一样的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它是下滑进入一个通知中心，上滑进入提示面板，这里有天气，然后日程、音乐、运动，然后信息，然后再往上就是一个所有应用的一个应用中心，它是没有左右滑动的，它只有上和下。按下表冠，它是进入一个全部应用的中心，点这个按钮，它是进入一个控制中心，是有 WiFi， 然后插入手机、电量、静音、剧院模式、勿扰，然后这是一个手电筒，有这几种显示的一个模式，然后飞行模式，这个应该是清理水的游泳模式，然后这是一个苹果的隔空投送，它是可以在这里连接耳机、连接手机、连接这个电脑，然后这是一个字体的大小，这个是耳机的一个音量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用不了的一个播报，然后还有一个课堂时间。课堂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会屏蔽 APP 和复杂的功能，并且开启勿扰模式，这就是它首页的一个全部的功能。表盘方面，我个人觉得苹果的表盘都非常的不错，动效也都很好，每个表盘都可以设置出很多不同的效果，但表盘的基础数量它还是有区别的，我觉得可以更多。和我们平常的这个智能手表和手环一样的，它是长按进入表盘的一个编辑，它这里也可以新增，新增的话是直接在手表上面就可以操作的，就比如说这个，然后就可以添加进入这个表盘，然后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苹果表盘和其他表盘的不一样，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自定义的，它这是一个时间标度，30秒、60秒，我们就看一下最短的3秒是一个什么情况啊。然后除了这个，它还可以标定它的颜色，几乎就是可以搭配出非常多的一个选择过来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复杂功能，这里可以选择天气情况，这里是一个家庭、健身记录、APP 这些，然后这里是一个世界时钟，然后或者日出日落，然后中间这里还可以显示今天日期，然后就可以使用它了。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表盘，像其他的一些表盘，它也是可以有好多的设置，颜色、复杂功能，这些都可以自己去选择。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表盘的一个分布，比如说它现在是有一些新表盘在的，那它是这些表盘，然后还有一个彩虹的选项，然后彩色、大都会、大文字、单行数字，然后调色盘、动态、呼吸、活鱼水、计时码表，然后计时码表专业、加州、简约、健身记录、渐变、紧凑模块、轮廓、米奇和米妮模块、你我表情、人像、实用、史努比、世界时间、数字、双模块、双行数字、太阳、太阳指针、天文、条纹、图文、环节、万花筒、烟雾、延时摄影、液态金属、艺术家、月相、照片、正计时、字体排印、子午线、GMT、耐克地球、耐克回弹、耐克混合，我有好多呀！耐克紧凑模块、耐克数字、耐克指针，然后 Siri， 这就是它全部的表盘，它是所有的都是可以自定义的。你看，就比如这个，它是背景是这两种，打开关闭，然后样式它有这样的，然后复杂程度，这些都是苹果它这个手表的一个特性啊。我们直接点这里的一个添加，它应该非常快，你看它几乎就不需要等待，这也是苹果它表盘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性啊。就比如说这个圆形啊，我们直接添加，
真的就非常的快啊。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首页的动效，也看到了表盘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苹果手表的一个功能会有什么不一样，和安卓手表会有什么区别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全表盘功能的一个介绍。首先我们进入到所有的应用界面，是点击表冠，它默认的是一个网格视图，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上滑下滑，这几乎就是它全部的功能。当然有一些功能我没有下载下来，我们切换到列表，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。第一个是播放中，点一个东西去播放啊，你看这个速度就非常快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直接就接管了苹果的一个手机里面的一些设置，比如说现在在隔空播放是 iPhone， 当然我们也可以切换到我的这个电脑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待播放清单，目前是一个随机播放，我们也可以切换为列表播放，然后播放更多类似的，然后它这边就会同步，你看啊，减少，它就直接下一曲了。播放类似的，这里就直接添加到了喜欢，已经取消喜欢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厉害啊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播客，但是我并没有在我的这个手机上使用它，它需要在这上面关注，或者直接在这边搜索也可以。然后在这边搜索的时候，这边会弹一个在 iOS 的键盘输入文本，这还是挺厉害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按下一输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同步，还是非常屌的啊。Apple 直接搜，它是可以直接在上面应用这么一个播客。好，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说了。但是这里有一个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的点，就是苹果它没有办法返回，你只能按这个，但是一按这个你就直接回到了表盘啦。然后这里是一个查找联系人，这个是你家庭里面都使用 iPhone， 它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这个查找设备，它可以直接查询我们账号里面的这些东西 ，Apple Watch、iPad， 我们可以简单查一下啊。比如说，我们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耳机，它这个时间，然后它这个就播放声音了。然后查找物品，这个是要添加这些物品，然后要买苹果的那个配件。地图这个我去外面给大家演示吧。导航到晨光文具店，第一个是吧？走吧，这样可以。电话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啊，它其实就可以直接就这样拨打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太新奇的东西。它主要是可以用这个 Siri， 我待会也给大家演示一下。给李浩打电话。然后股市，这个我暂时没有什么经验。计时器，这个就没什么好讲的啊。计算器，它应该也没有办法换成那个更高级的啊，应该是。家庭，这个是挺好的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因为我现在没有连 WiFi， 所以，这个其实我后面会出一期视频来讲，就是怎么把我们米家的东西接入到苹果，它是可以直接控制的啊。然后健身记录，今天没有，看一下之前的，往上滑，这个是今天的一个记录，也可以看别人的。然后这是我们获得的一个圆环，但这里好像是只能看今天的。然后近期跟踪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快捷指令这个东西在苹果上面真的是非常的屌，但是我因为用苹果用的不多，所以我不太会使用。秒表，顾名思义，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。闹钟，起床闹钟，它这个也是非常好，配合那个手势的话，就这样拿起来，然后直接朝这边说，它就可以给你定这个，你看现在就有了。
然后有一个你我表情，还有创建表盘，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去设置。然后钱包，这个只能说，苹果有 NFC 不给我们用，只能这么说吧。然后日历，这个可以查看一些我们需要的日程，比如说今天我们的，而且它这个是有这个07日程的一个提醒。然后这是设置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设置，基本上就是和手机一样的逻辑啊。这是我的账号，这是检查 Apple ID 和电话号码，然后这是一个通知，然后 Siri 也可以播报通知之类的。然后通用里面可以设置很多东西，然后这边的通用，可以看到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，关于本机、软件更新、方向、自启动，然后还原关机，然后专注模式，这是直接从手机上面镜像过来的。然后飞行模式，无线局域网。它这个和别的智能手表不太一样的点是，别的智能手表都是我们需要自己主动去重新去开启，然后重新去点击连接。然后苹果它这个因为续航也就1天嘛，它也在这方面它也不去做那个东西，有 WiFi 它就连 WiFi， 没 WiFi 没手机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断联的状态。蓝牙它也是一直开着的。然后显示与亮度，然后这里主要有一个是全天候显示。全天候显示的话，它就是我们理解的一个息屏表盘。大多数的这个智能手表的这个息屏表盘它是不一样的，它不是说只显示一个简单的信息，它是把很多数据都可以显示出来。比如说现在就是它的一个息屏表盘，转过来，这是它的一个正常表盘，都是这样子的，转过去。你看，APP 视图这个大家看过了，然后手势，它是有轻点2下打开东西的一个手势啊，然后这个手势也可以控制非常多东西，比如说控制拍摄，控制一些操作，待会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它正常手势控制，它是进入这个信息的这边，它会有这些功能。然后如果是这个时候我们来了电话，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接听。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用它挂断。辅助功能，旁白、缩放、开关标签、降低透明度等等。电池、安全性、播客，然后下面的就是一些这个应用的一个设置，所有的应用都可以设置的啊。世界时钟，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接下来一个睡眠，然后这是我比较惊喜的一点，它是有一个这个清醒时间、这些核心睡眠之类的，在那个这上面它还会有一个卧床时间，但是这个是在手机上面才可以查看。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，它这里会有一个这个卧床时间10个小时3分钟，然后睡眠时间6个小时37分钟，就是说我在床上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，但是休息的时间是比较短的，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啊。然后这一个是提示，提示的话，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使用这个 Apple Watch。然后提醒事项，然后体能训练，体能训练也就是我们说的运动，然后它有非常多的这种训练模式，同时它也是会自动开启这个运动检测。然后乒乓球、交叉训练这些都是可以加进去的，而且种类是非常的多啊。而且如果我们搞快一点的话，它是可以直接以字母的形式来给显示。然后我这个到户外给大家看一下具体是怎么用啊。我们点击，然后它会准备3、2、1，好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跑步了。然后它在这边它是有一个运动的一个心率以及时间，然后这个是爬升，然后一个健身环，然后左右分别是一个暂停、分段、结束，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音乐，因为我没带苹果手机，所以它是没有的。天气这个也没啥好说的，它就紫外线指数中等，然后它这个地址它是非常的准确的啊。当然可以点这个天气可以看天气情况、气温、降水概率、紫外线能见度、湿度、空气质量这些等等等等。然后可以看这些地区，
啊，通讯录是直接同步的我们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个通讯录啊，这个就不用看了。当然也可以直接打过去，因为是连接手机的。如果你是 eSIM 的话，那就更能打过去了啊。然后网易云它是只能在手机上面播放，它是不能切换为手表播放。但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，就是我们手机上面把这个后台清掉，然后我们点击，它其实在手机上面它也会进行播放。当然这里没有那个网易云的后台啊，但实际上它是用网易云在播放的。但是我们如果是手动把它清掉的话，它是没有的。我们可以进行下去，它又来了，这个还是非常屌的。然后还有一个点，就是苹果的 Apple Watch， 它是可以直接控制 iPhone 的声音，而且是控制的线性是非常的好啊。这个也是一个他们生态联动的一个点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然后微信的话，它是可以发送图片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它除了可以发送语音、发送文字、发送表情之外，它还可以发送图片，可以直接发送过去，这个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是因为网不好啊，它也可以这样放大，就挺有意思的啊。然后它这个也是有网就行，有这个 WiFi 就可以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同时微信它除了发送信息这个功能，它也可以开启支付，但是没办法接电话啊。好，相机遥控器，这个跟大家讲一下，苹果的这个相机遥控器还是非常厉害的。它现在这个预览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，这是它情况好的情况下啊。然后我们切换录像，它也是可以的，而且是能够切换横竖屏的。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手势控制，比如说现在，然后它就在录制，然后再双击，它就结束录制，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然后这个在我们自拍的时候，它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用处，你看。或者我们直接使用后置摄像头进行自拍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着这个东西，然后知道我们大概的一个构图，然后双击开始拍摄，就这样一个情况。这情况最好的情况下啊。然后心率，这个心率的话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直接略过吧。它也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点，它就是24小时在测嘛。然后信息和别的智能手表不一样的话，它就是完全一个手机的一个逻辑吧。当然也可以自己发添加联系人、信息信息这些。血氧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主要是一个动画更好看嘛，也是24小时的一个血氧。然后遥控器这个我暂时没有用过，但是可以控制 Apple TV 的，这个我没办法给大家演示啊。然后再往下是一个移动心电图防颤提示软件，它是可以手指放在表冠上面，然后进行一个测量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一个测量，然后它会给我们一个参考的结果。好，斗心心率，然后完成。然后音乐，这个是苹果的那个，我用的也很少。然后它是有一个用药提醒，这是得在 APP 上面设置它用药的一个情况。然后邮件，这是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点，和其他的这个手表不一样的点啊。它是可以直接在手表上面进行回复一个邮件，然后查看一个邮件。有声书，那这个是可以直接连接这个耳机进行播放的。然后语音备忘录，这个就是字面意思啊，就是一个录音机。噪声，这个噪声它这个是检测的比较灵敏的，它是会开启一个正常的一个检测，大于90分贝的时候它是会弹那个东西。然后这个照片是同步的手机的一个照片，这个就不用给大家看了啊。这个正念就是我们之前经常会看到的一个呼吸训练，但是苹果的这个它是有更多的一个东西啊，比如说它是有个心理状态，记录当下的一个感受，差不多愉快、开心、爱好，它是可以多选的啊。然后工作也是可以的，它现在就是可以记录自己当下的一个心理状态，这个是和别的手表它不一样的点啊。然后指南针，然
那这里也可以切换，这里也可以直接导航显示航点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又和别的不太一样，比如说这里又可以回溯轨迹，那 Apple Store， 然后在里面可以下载一些手表的 APP， 但是手表的 APP 没有几个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少。那多种定时器，然后健康健美，然后这个间隔监视器，今天听什么喜马拉雅，个性化背景，蜻蜓 FM， 啊 Keep 这是我下载的，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在 Keep 上面进行运动。然后还有我们喜闻乐见的米家，啊这是工作室，我是加了一点点小东西上去的，比如说有几个自动化的一个配置，拍摄模式，拍摄结束午睡，然后空调、电脑，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啊。QQ 也是可以直接登录的，然后也可以直接回复一点点这个消息，也可以看图片。联系过了之后，它这边就会有信息，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语音转文字。现在就实验一下 Apple Watch 发信息，那完成，然后就直接发出去了。然后同样的，它也是可以直接发送语音，这里显示允许，然后这里点1234，这个动画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然后直接发送。然后表情的话也是可以有的。这都没有问题，就是目前它所有的一个功能，然后其他的如果大家需要，我可以做一个更详细一点的测评。我整体使用下来还是有非常多的感受，首先是感知最明显的 S9 的流畅程度是我体验过的智能手表里面最 OK 的，这个流畅度不仅仅体现在屏幕的刷新率上，更重要的是它的动画流畅程度，确实是第一梯队，这是视觉上面的直观感受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它的表盘自由程度确实是目前我体验过的最丰富的，可以自由设置对应的颜色，设置需要的功能。虽然样式确实没有很多，但是你可以搭配出非常多你喜欢且定制的表盘，这点可以说是使得它的丰富度有了无限的可能。第三点是它的生态联动，在连接手机绑定账号的时候，就直接同步了我在苹果手机上面的所有信息，日程、健康、通讯录、天气等等都不需要直接设置，就可以把手机上面的都同步过去的，这点是非常不错的，直接就降低了我入手学习的一个门槛。而生态这一趴，苹果在手表上面确实非常牛 ，Siri 在手表上面操作一些东西还是挺好用的，且可以和手机联动很多的功能，打电话这种肯定是没有问题。而控制相机也确如其名，是真的可以唤醒相机，并且预览小图，不仅仅是控制拍照，视频也是同样的，这就很厉害了，符合我们的直觉。然后就是手势控制。它是可以控制拍摄、控制来电，其他的一些弹窗也都可以控制。很难想象这么小的一个东西，确实它给了非常多的功能。日常我是骑电瓶车上下班，它经过吵闹的地方会提醒我噪音过高。而当我们设置了睡眠时间之后，它离我们睡觉前1个小时，它就会进入助眠状态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长按表冠才可以继续操作，而睡眠也会多一个卧床时间，这是我第一次见，就还挺新奇的一个功能。不过watchOS 10它是没有午睡功能，我觉得以苹果的实力不至于做不出来，不知道为啥它需要在下一代系统才给上。其他的一些功能我在别的智能手表上也比较少看到，比如说正念里面是加入了心理记录，比如邮件在手表上面也可以直接的回复。其他的一些自动的智能化功能我可能没有体验到那么多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我还可以出一期长期体验来跟大家聊一聊。说了那么多好的，那有不好的吗？那当然也有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电量必须1天1充。正常使用1天的话，有可能是可以超过24小时，但是你必须得充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其他的倒没啥太多好抱怨的地方，非要说就是手表的 APP 它比较少，没有太多有趣的东西，大多都是以实用为主，这也是它和其他的手表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。如果你现在要我去形容它，我个人觉得它确实很好，但只是这个价格嘛，这要看你注重的是哪些方面。如果你还是个学生，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太大必要去买，因为它很多功能确实对于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用处。而你如果是已经工作了，那么它的生态、健康检测、应用联动，我觉得都还可以。我目前的用法可能会比较奇葩，因为它是自动连接 WiFi 嘛，而我又是使用小米，所以我在外面和在家里它是不带苹果手机的。等我到了工作室，我的手表才会和手机连接，其他的时间都是失联状态，或者自己连接 WiFi， 这都没啥问题，就挺有意思的。看到这，你应该有那么一点点了解苹果手表它可以干嘛，有什么功能了，你觉得它怎么样呢？来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和使用感受吧。最后不要忘记了拼多多搜索88400，享受更多100亿补贴折扣福利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一起来讨论。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要个3连不过分吧。记得多多支持，我是云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